你一定聽說過很多這些名詞，像是 LLM、AI Agent、RAG、MCP、Function Calling 這些在 AI 時代產生的 buzzword， 但這些名詞究竟代表了什麼意義？今天我就要用最簡單的方式，讓你可以理解從 LLM 到 AI Agent 這個進化的過程。Hello， 大家好，我是 Alex，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你一定聽說過很多這些名詞，像是 LLM、AI Agent、RAG、MCP、Function Calling 這些在 AI 時代產生的 buzzword， 但這些名詞究竟代表了什麼意義？今天我就要用最簡單的方式，讓你可以理解從 LLM 到 AI Agent 這個進化的過程，而且我也會演示 GenSpark 這個 AI Agent 在生活上可以產生的超強應用。那我們就開始吧。在理解 AI Agent 之前呢，我們要先去理解3個大家常聽到的名詞之間的差異。第一個呢就是 LLM， 第二個是 AI Workflow， 第三個就是 AI Agent。那這3個名詞呢，其實就是代表 AI Agent 演進的3個不同的階段。第一個 LLM， 也就是 Large Language Model， 這就像是大家熟知的 ChatGPT 或是 Cloud， 它就是一個聊天機器人。它的運作方式呢非常的簡單，就是有 user 會有一個輸入叫做 input， 中間透過 LLM 的運作產生給 user 一個叫做 output。那這個過程呢，其實 LLM 呢它在做的就是一個文字的接龍，但是呢 LLM 呢它不一定懂你真正要講的什麼意思，它只是一直在計算下一個字會產生的可能是什麼，然後回傳給你幾率最高的那個答案。就比如說像是你問他台灣最高的山是什麼山，他可能就會馬上回答你玉山。但是呢 LLM 它有一個核心的限制，就是它不知道你的任何個人讯息，而且它也沒有权限去读取你的所有個人的，比如說行事历啊、郵件等等。而且呢，它也非常的被動，它就只是一問一答的方式，然後呢，不能追問，就這樣結束了。第3個呢，就是它也是非常的容易健忘，對話完就會忘記你們之間的對話。所以，比如說你想要問他說，幫我查詢我的 Google Calendar， 知道我明天會議的時間。大家記得在剛開始 GPT 出來之前，他就會回答說，不好意思，我並沒有這類的權限。或是你問他一個現在最紅的話題，他會跟你說，我的記憶呢只存到某某年的某某月。那第2個呢，我們現在就要講到的叫做 AI Workflow。那如果 AI 它能夠自己去查詢檔案或是連接工具，那這個 AI Workflow 的核心概念就是人類會去設定一個固定的路徑，然後由 AI 來負責執行。可以有一個簡單的例子，就是如果我想要叫 AI 去總結我的會議記錄的話， AI 它可能會先到我的 Google Meet 或是我的 Zoom 的賬戶，然後去看是哪一個特定的會議，再把它總結下來。這邊的關鍵的步驟就是 AI 按照我一步一步的步驟去幫我執行。所以如果我現在突然叫 AI 說，幫我去訂餐廳，或是幫我 plan 一個韓國的行程的話， AI 就會跟你說，我沒有辦法去執行，因為這不在原本設定好的 flow 裡面。第3個也就是今天的主角，如何從 AI Workflow 進化到 AI Agent。這個最大的不同點就是 AI Workflow 的決策者還是人要去規定哪一個步驟，你做完這個 A 步驟會做到 B 步驟，再做到 C 步驟，然後最後再給我一個 D 作為 result。但是呢 AI Agent 和 AI Workflow 最大的差別就是這個決策者呢從人變成了 AI 會自己做到以下3個步驟，他會去做 reasoning， 他會去推理。比如說用戶要總結會議，我要做的事情，我的步驟是什麼？我要去找到會議記錄，分析內容，然後呢生成摘要。第2個就是他會去 act， 他會行動，我要從哪一個工具開始，他就會去查用戶之前開過的會議。第3個就是 AI， 它也會自我修正跟自我迭代。就比如說我會教他生成摘要，他就會自己去決定 OK 這個摘要的長度是多少，這個摘要我必須要有幾個重要的點，然後呢如果他覺得中間有不足的地方，他還會再去比如說重聽會議記錄，或者再找其他的資料，一起做完之後再回傳給人類。那這個過程其實都不需要人類的介入，基本上人類呢就是只要跟 AI Agent 下達一個指令呢， AI 自己就會去做這個 React 的框架，就是推理加上行動還有自我迭代。那所以你現在如果了解了從 LLM 一個單純的聊天機器人到 AI Workflow 去執行一個由人類定義的框架，然後到 AI Agent 就可以自己去推理還有行動的這3個不同點呢，现在就來聊一聊到底是什麼樣子的技術進步呢，可以到達今天 AI Agent 的能力。 AI Agent 呢必須要有以下的幾個 component。 第一個呢就是它要有一個腦袋，就是它的 brain。而這個 brain 呢就是大家熟知的 LLM， 它的腦袋呢依然還是大型語言模型，但是如果它只是會單純的問與答的話就不夠了。所以我們在第2個階段要加入讓 AI 可以去查資料的這個過程。這個呢就是 RAG， 大家可能有聽過的 Retrieval Augmented Generation， 中文叫做檢索增強生成。听起來就是好像很複雜，但其實呢就是在 AI 要回答之前呢，他會去查現有的資料。所以比如你問他說現在想要知道這個合約在說什麼，那 AI 呢就會先去他的資料庫裡找到這個合約，然後呢再把答案生成給你。那這個核心的技術就是 AI 它會去把所有的文件轉換成一個數學的向量，然後存在資料庫裡面，讓 AI 可以快速的找到這些相關的內容。但是在 RAG 階段 AI 它不能真正幫你去 take action。那第3個階段就是 Function Calling， 就是 AI 終於可以去調用各個不同的工具。所以你跟他講說我想要去定一個明天下午
午3點的會議室 ，AI 就會幫你去扣各種不同的 function tool， 比如說它會去調用你的 Google Calendar， 看看你的3點有沒有空，然後呢還會去呼叫其他的，比如說訂會議室的 API， 幫你去訂到某某層樓的會議室。但這個階段其實人類它還是主要的決策者，因為如果 AI 的輸入不夠好，我們還是要去改我們那個 prompt， 然後修改這個 flow。第4個就是 MCP Model Context Protocol， 在以前呢，我們要連接各個不同的工具，可能要有各個不同的協定，比如說要去連接 Google， 有 Google API 的連接方式，連接 Notion 有 Notion 的連接方式，然後都還要設定各種 API key 等等。但是有了 MCP 之後，這個接口就變得很像是一個通用的插座 USB-C 的概念，所以呢，你就可以一個界面就可以去連接所有的工具。那所以刚刚講到了 AI 的4個技術演進呢，包括了就是從 LLM 進化到能夠去搜尋的 RAG， 然後呢進展到可以去呼叫各種不同的工具的 function calling， 再接下來到你可以去統一所有工具的 code MCP。接下来就要講到要進化成 AI agent 呢，還有什麼重大的突破？第一個呢，就是在 AI agent 它有了記憶力，它不只是只有短期的記憶，它也能夠有長期的記憶。AI agent 它可以去記住你的偏好啊、你的風格，還有你之前的對話歷史。那你在問他問題的時候呢，他就能夠更清楚知道你這個人是什麼，你的需求是什麼，然後能夠更精準的給你回答。那接下来的第2個能力呢，就是 AI 它會具有多步推理的能力，就是 multi-step reasoning。它就不是帮你去執行單一的任務，它是可以把一個任務拆解成很多小的任務，然後呢逐一的去執行。它會去利用 chain of thought 這個思考鏈的方式去完成你想要叫它做的事。比如說，我可以叫 AI agent 去幫我分析我的競爭對手，然後生成一個報告。那它這個時候呢，就會收集對手的資料，比對自己的資料，提取中間的差異，然後再生成圖表，做成報告，然後最後呢再回傳給我。它同時也會去做，比如說關於數字的準確性的 validation 啊，然後整個報告的完成度等等的這些東西都是 AI 可以去獨自完成的。第3個能力呢，就是 AI 它也具有自我修正的能力，就是呢它會去根據自己的輸出，會去做各個不同的 validation， 比如說這個數字正確嗎？這個邏輯通順嗎？這個是最佳的方法嗎？然後呢，它會根據這個 validation 自己 provide 一個 feedback loop， 就是會有發現問題、修正，然後驗證，然後呢到達標。這個 loop 呢是 AI 它會自己產生的這個 feedback loop， 然後呢不需要有人類再反覆的調整。好，那剛剛講完了 AI agent 的技術部分呢，現在就是要把技術應用到實際層面。那我今天要來使用的是一個叫做 GenSpark 的 AI， 這個 AI agent 呢能夠做出什麼樣子的功能？ GenSpark 它跟一般的 AI agent 呢，在比它更厲害的一個地方，就是它是一個一站式的平台，它上面有各個不同的 agent。那我自己最近呢很喜歡用的，就是它有一個 custom agent， 那裡面呢可以針對你的需求，用這個 agent 可以得到更好的回答。所以呢，我現在在一個叫做 AI Study Tour 的 agent 下面，那這個 agent 也是叫 GenSpark 幫我 refine 了一個 prompt。我現在假設我是一個沒有 AI 技術背景的人，但是呢，我很想了解 AI 在做什麼，然後我的目標是想要知道 AI 有哪些技術的應用，不只是話題等等。希望呢，就是這個 AI 能夠幫我設計一個4到8周的入門計劃，然後還有一個要懂的核心觀念、生活化的例子，然後呢，就跟他講說，最後學到這裡我能夠得到多少的 AI。所以我現在就來用一下這個 Study Tour 的 agent 來看看它能夠給我什麼樣子的建議吧。那它現在呢，就根據我的需求去制定了每一周他覺得我應該要去做什麼的東西。但我感覺這個東西好像有一點太沒有技術了嘛。如果我現在還想要加一點技術的話，我可以就說，如果我想要多學一點 AI 技術和觀念，你就可以跟這個 AI 再去互動。現在這個 AI 它就是會 reasoning 嘛，所以它會去幫你再根據我的這個反饋再去做更深的學習計劃。因為我跟他說我想要學習更加技術嘛，所以他就幫我做了這個計劃呢，就是比如說第1周他叫我去學習 AI 的模型應用算力 ，OK， 然後呢他就會告訴你說，YouTube 他去推薦我有什麼樣子的資源。第2周呢就是機器學習、深度學習、生成式 AI， 第2周就要學這麼多東西。然後呢他這邊也有去推薦相關的 YouTube 或是文章等等。所以呢這就是一個算是非常詳盡的 AI 學習計劃。但是呢因為這個其實真的有點多嘛，那如果你就覺得看起來有點複雜麻煩的話呢，其實 GenSpark 它還有可以幫你去制作投影片的功能。所以呢我現在就可以把這個很長的這個所生成的學習計劃，我就可以丟給 GenSpark 的 AI Slide Agent， 它就可以幫我去制作一個，比如說我想要6周可能就6頁的投影片，然後呢去 summarize 這裡面的所有內容。它真的給了非常非常多的東西。好，那我現在就把它全部的 copy 這些東西呢，我就可以到這個 AI Slides。那 AI Slides 這個 agent 呢，就是專門會去幫你做出精美 slides 的地方。這邊就可以看到它有很多不同的模板等等的。但是因為這個只是我個人使用的嘛，所以我可能就想要它 creative。然後呢，這邊 GenSpark 它也可以去免費使用各種先進的圖片生成
成的 model， 像是 Google 的 Nana、Banana Pro 等等。所以我就把刚刚的这個 prompt 完全貼進去。我先跟他講說，幫我製作一個可能6到8頁好了，因為有8週嘛，6到8頁的投影片，根據這個學習計劃，然後就全部一次的丟給他。然後呢，這個 AI agent 剛剛講了嘛，他就會先去規劃 reasoning 跟 act， 所以呢，他現在就是有7個不同的步驟，他要去做。他要先去研究 AI 學習計劃，還有目標受眾，然後設計投影片的敘事結構，定義視覺風格，開始做這個投影片，然後去 refine 它的這個故事線等等的。所以就可以看得出來說，這個 AI agent 它就是用我們剛剛講到的觀念，他會去做很多的 function call， 然後呢，利用已經規劃好的 MCP 去跟任何不同的工具串接，然後它同時也會具有這個搜尋資料的能力，就是它有它自己的記憶庫，它可以從自己的記憶庫 Rack 裡面搜尋，或者是呢，它可以上網去搜尋，使用各種 tool 等等的。然後它也會把自己的東西 plan 出來，所以呢，這也展現了就是 AI 它有 planning 的這個功能。所以我們現在就來等一下看一下 AI 會做出什麼樣子的投影片吧。好，那幾分鐘之後呢 ，James Spark 他就已經做好了這個8週 AI 進階學習計劃的 PowerPoint。不得不說，看起來真的是非常的專業嗎？大家以前在做 PowerPoint 的時候，都可能還要去 Google Slide 裡面找一些奇奇怪怪的圖表，然後那些 design 什麼都很複雜。但其實基本上我剛剛就是用了 James Spark 的 AI Study Tool 他給的 prompt， 然後呢，我就可以直接跟 AI 說 OK， 那幫我設計一個投影片。那他呢就非常清楚的做了一個7頁投影片，然後每一頁其實都有很多的內容。所以呢，這就是如果假設我現在是一個補習班老師嘛，或是學校老師，我可能就可以把我剛剛 AI Study Tool 他給的這個方案餵給 AI Slide Generator， 他就可以幫我去制作這個學習計劃的 PowerPoint。那我這樣就可以馬上跟老闆報告。我覺得這個就是看起來非常的專業，感覺我也做了很多的功課，然後呢產生這樣的東西，但其實就只花了我5分鐘而已。那如果我現在就是很喜歡這個東西，如果我現在想用這個東西來做一個 YouTube 的，比如說 thumbnail 好了，假設我現在想要賣這個課程的話，那我可以去怎麼做呢？就是我可以去把這個 export 下來，然後可以去 export 成一個 PDF 啊，或者 Google Slides 都可以。那我就 export 成一個 PDF， 把它存到我的桌面。然後呢，一站式的定義就是我任何想做的事情都可以在 James Spark 上面完成。所以我現在的假設，我現在 generate 一個 YouTube 的 thumbnail， 那我是想要用剛剛他幫我制作出来的投影片，我還想要加一個，因為如果是想要放在我的 YouTube 頻道嘛，所以我可能就放一個我自己的照片，放一個這個照片。這是呢我在韓國那時候去旅遊，還有一個證件照。然後呢，我現在就跟他講說，幫我制作一個 YouTube 影片的封面，標題是關於 AI 學習計劃，然後要有我的人，請參考相關 AI 方向 YouTube 封面制作。好，那我現在就是讓他來看看他會做出什麼樣子的影片給我吧。他這邊呢，我還可以去選擇我現在想要什麼樣子的 model 去 generate 我的圖片，然後這裡還有很多的設定，我想要的 size， 比如說我現在想要 4K， 然後16:9，因為是 YouTube 嘛，然後我的 style 是可能就 auto 好了。那我現在就來看一下 James Spark AI 會幫我做出什麼樣子的圖片吧。雖然這個圖片呢，我給他的圖片跟我本人好像有所差距，不過我看一下他用這個有所差距的圖片呢，到底到真的 thumbnail 呢，會不會有點失真？好，然後呢，他現在設計完了，不知道大家覺得這樣子設計出來的 YouTube thumbnail 怎麼樣呢？當然，就是你可能還是要進行一些微調。不過我覺得就是透過這個 AI agent 呢，你就會發現說，不管你是 YouTuber 啊、公司職員啊，要生產什麼 PowerPoint，基本上呢，就是你想要做的事情 ，James Spark 都能夠幫你完成。那它也很好的展現了剛剛提到 AI agent， 它已經就不再是一個單純的聊天機器人，就只是我問，然後他答，它可以去幫我做到很多的查資料啊、做行動啊，然後呢再去做改正等等的，這些呢都是 AI agent 它現在已經有的能力了。所以我覺得在 AI 時代呢，其實你就算不懂這些 AI 知識，你也要懂得怎麼樣去使用一個 AI agent 幫你省下更多的時間。好了，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希望大家喜歡這支影片，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啦，拜拜。